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的科技水平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而战争中的大反派纳粹德国更是搞出了不少黑科技。后世一些军事武器也有参考当时的技术和理念。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纳粹整出来的黑科技之一——纳粹飞碟。事实上，纳粹德国很早就开始了对 UFO 的研究，受到飞碟的启发，他们开始试图仿造。在1940年末，德国就已经成立了一个名叫爆破手研究室13的秘密机构。这个机构的任务就是专门研究制造秘密飞行器，而德国当时是有3个独立的飞碟研发中心的，分别在佩内明德、布雷斯劳和布拉格。在1934年，盟军也通过各种情报确信纳粹制造出了第一款碟形飞行器 RFC-1。当年年底 RFC-2 也推出，据说其能源是空气和水，听起来感觉是挺科幻的。后来研究室在纳粹领导人亲自支持下，网罗了德国当时最优秀的空气动力学专家、工程师以及试飞员等顶级人才，并在德国军方的协助下制造出了一种名叫别龙采圆盘的先进飞行器。据说这种飞行器的发动机采用了奥地利发明家维克托·舒伯格研制的无烟无焰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异常神奇，它的工作原理是爆炸，而且运转时只需要水和空气，可以说是很科幻了。1945年2月初，苏联空军对德国的攻势越来越凶猛，盟军部队也在各个战场大获全胜，正朝着德国逼近。此时，德国东线双线的战局节节败退，他们的秘密武器也都在做着垂死挣扎，异想天开的想利用新式武器来拯救第三帝国的灭亡。没过多久，耗资数百万马克的波罗皇女战神飞碟终于问世，并进行了它的首飞，当然也是它最后一次试飞。根据某些资料透露，仅仅在短短的3分钟内，这东西就飞到了15000米的高空，平飞速度更是高达每小时2200公里，而且它还能悬停在空中，因为碟形结构不需要转弯就能向前或者向后飞行。这次采用的是奥地利设计师弗绍贝格尔发明的爆炸式绍贝格尔型发动机驱动，同样只需要用水和空气做燃料。说实话，当时查资料查到这里，我都认为这已经不是科幻的领域了，这已经是究极玄学再加上究极神秘学才能达到的程度了。人类的发明很多来源于想象是没错，之前的人想不到如今的科技成果也情有可原，但是这个实在是太离谱了。当时的日本零式战机的爬升率也就约每分钟800米，这个东西如果在3分钟内飞到15000米的高空，只算平均速度不算加速度的话，起码它也得有个每分钟5000米的速度。在那个年代，你就是真的达到了这个速度，当时所有的材料也应该都承受不住这么大的压力，更何况飞行器还都是精密仪器，这样的后果只能瞬间飞行器彻底散架。况且由于飞碟的形状的局限性，它想要加速到极高速度的难度是比符合空气动力学的流线型结构要难得多的，这一点是实实在在的有科学依据的。综合上述几点，它存不存在暂且不谈，但所谓的3分钟飞上15000米的高空这一点基本是不可信的。如果真的可以办到，那真的只可能是外星人降神了。而纳粹飞碟的结局与它的核心特性一样，同样充满了神秘感。多数的说法是，伴随着第三帝国的灭亡，德军有关部门按照德军陆军元帅隆美尔的命令将其炸毁。而不久后，苏联红军攻下柏林，尽管他们很快地控制了位于布雷斯劳市的飞碟工厂，但他们赶到那里时已经毛都不剩了。飞碟的几名核心发明者为了逃避追捕，也逃往了美国，其他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也都下落不明。而根据战后调查，发明者舒伯格所提供的情报没问题，也就是当时制造飞碟的那些专家学者以及技术人员，在制造出飞碟后再次被关入了集中营里，战后无一生还。而后来的冷战期间，美国人也曾许诺给逃到美国的舒伯格300万美金，要他说出飞碟与他那神奇的发动机的秘密，但遭到他正义的拒绝。在他去世之后，纳粹飞碟的秘密已无人知晓。就我个人认为，说不定舒伯格也是个神棍呢，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飞碟的秘密，这种飞行器或许根本不存在，又或许当初他们并没有试验成功，可能只是停留在能飞起来这个程度罢了。那么为什么这个东西被吹得神乎其神呢？在当时其实也能理解，德国的技术确实不错，第三帝国又很热衷于一些神秘学什么的，再加上人们对纳粹的恐惧以及纳粹方面的战术性吹水，最后还有一些盟军的目击记录，
但鬼知道那些声称目击了这个武器的盟军飞行员在上飞机前有没有喝多了呢？这些都让这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武器裹上了重重神秘的面纱。再加上人们的以讹传讹，纳粹飞碟的谜团越来越重，倒也是可以理解。不过关于这种黑科技的结局，还有一种传闻。据说1945年德国战败后，盟军在受降德国海军时，发现有30艘潜艇失踪了。有些大胆的猜测者就认为，希特勒甚至没有死，并亲自带队在南极建立了秘密的飞碟研究基地。此猜测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38年，纳粹就组织过南极考察队，队伍详细地记录了南极洲的地理和水文等情况。说不定这就是他们为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巧的是，似乎为了证明此猜想，1947年，美军启动了针对南极洲的跳高行动，派出了舰船13艘，出动各种飞机26架，参加人员达4700人，里面甚至有战列舰和航母。他们在南极水域停留了近40天，但后来因南极恶劣的气候，本次行动只好草草收场。有人也认为，这次行动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考察，而是为了寻找纳粹的飞碟基地。而人类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关于此类猜想也被后人再次加工，成了各种地摊文的素材与噱头，而且也在后面的游戏和影视作品以及各种小说中被再次加工。比如游戏《德军总部2》，开发者直接架空了一个纳粹胜利后的世界，其中眼花缭乱的黑科技充当了其统治的支柱，未来感与科技感也是溢出了银幕。而小说《高堡奇人》同样也是设定在了一个同盟国战败的平行世界中。这本书是由北美著名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 ·K. 迪克所著，他是美国传奇文学、科幻文学界的传奇人物，还被海外华裔读者誉为美国的金庸。以及在12年上映的科幻喜剧电影《钢铁苍穹》，这部电影讲的则是纳粹灭亡之前，将位于南极太空基地的一支部队送上月球，并在这里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之后在2018年准备反攻地球的故事。这部电影挺有意思的，正片里用黑色幽默将纳粹那套东西黑了个遍，当中也少不了充满科技感的纳粹飞碟。不管怎么说，那一段神秘的历史对后世的文学艺术创作，甚至是科学发展，都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而除了有名的纳粹飞碟，当时德三帝国搞出的其他花玩意儿与黑科技数量也不少。比如说比较有名的纳粹钟，以及传说希特勒曾派了很多支秘密部队去全球寻找一些神秘学的东西来改变战局。有调查通古斯大爆炸的，还有来中国西藏寻找地球轴心，妄图回到过去改变历史的。大家觉得哪些传闻比较可信呢？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